1972年的加州，一个叫唐·瓦伦丁的人成立了一家投资机构。那个年代的硅谷，风险投资还不是一个大产业。大家普遍的做法是用创始人自己的姓来给公司命名，但瓦伦丁没有这么做。他给这家公司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——加州红杉，一种树的名字。唐·瓦伦丁在2019年去世了，但红杉资本还在。这件事其实挺反常的。风险投资是一个极度依赖个人判断的行业。你看历史上那些最有名的 VC 机构，往往就是某几个合伙人的判断在撑着。等到那几个人离开，机构也就慢慢淡出舞台中心了。这几乎是行业的常规剧本。但红杉好像没按这个剧本走。我们把红杉的几代掌舵人摆在一起看一下。1996年，瓦伦丁把红杉交给了2个人，一个叫迈克尔·莫里茨，英国人，做这一行之前是《时代周刊》的记者；一个叫道格·里昂，意大利移民，年轻时做过电脑销售。2个人都不是当时大家心目中典型的 VC 接班人。这2个人性格完全相反。莫里茨内敛、深思熟虑，里昂外向、做事直接。他们后来说，正是这种差异，让他们能从2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，反而是一种力量。莫里茨和里昂这一代，带红杉走过了互联网时代。谷歌、YouTube、PayPal、领英、Airbnb 都是他们投的。2012年，莫里茨因为健康原因后退一线，里昂继续独自带队。2022年，里昂把 Senior Steward 这个位置交给了罗洛夫·博塔。博塔是南非人，加入红杉之前是 PayPal 的 CFO。到了2025年11月，博塔卸任，林君瑞和帕特·格雷迪共同接任。50多年时间，如果你认真看红杉的传承史，会发现几个共同点：没有从外部空降过任何一位掌舵人，没有公开闹过权力争夺，前任也不是说交班就走，而是会继续以顾问或合伙人的身份留在公司里。还有一点更关键，每一任接班人都不是当时市场上最有名的那个 VC， 是红杉自己内部长期形成共识的那个人。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反复琢磨这件事，因为它里面藏着一个很重要的区别，一种叫市场择优，另一种是机构的自我认知，在一代一代传递。这2件事听起来好像差不多，其实差别很大。市场择优是说，某个时代刚好出了几个好的判断者，他们恰好选择了这家机构。这就是大多数 VC 机构发生过的故事。某个明星合伙人在的时候很厉害，他一走，机构就开始衰落。机构的自我认知不一样，他的意思是，这家机构在50多年里慢慢建立了一套东西，让他能认得出来下一个判断者长什么样，应该是谁。时代会变，判断者会老去，但这套认人的方式留下来了。我们觉得这2者的区别，可能就是一种是复制了一次好运气，另一种是复制了一种能力。大多数研究红杉的人，研究的是他押中了什么，苹果、谷歌、YouTube 那张明星投资名单。我们想搞清楚的是另一件事，红杉是怎么决定往哪里看的，因为前者复制不了，后者才可能。红杉到今天还在生长，他的判断能不能继续传下去，没有人知道答案。但他走过的这条路径，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长期观察的研究对象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先从他开始。